第12回内容主要讲述了邱启发的故事，他对修道的热爱和追求。邱启发在家中不受重视，与兄嫂的关系疏离，决定悄悄前往马家庄拜访王重阳先生，寻求道理。在这里，重阳先生对邱启发的心思表示怀疑，认为他心思过于复杂，无法学道，建议他回去。然而邱启发坚持要学道，最终在马丹阳的帮助下，开始参与道教的学习与修炼。重阳先生讲述修道的重要性，强调心的修炼与专一，让邱启发感受到深刻的道理，并坚持检视自己的内心，努力追求道的真谛。现在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十专的故事内容。恩爱牵缠解不开，一着身去不相携。于今撒手无沾志，直上瑶池自玉阶。话说西村那娃子正要将重阳先生问守之言对他妈妈讲说，忽见门外来了5、6个人，问马家庄那条路去。娃子说，你们问马家庄敢莫去会活神仙吗？那些人答曰，正是。娃子听说他们几个要会活神仙，便高兴得不得了，对他们说，不远不远，我引你们去。说罢即往前走，众人随着他离了西村，不一时来到马家庄。何该有缘，正过着马园外，坐在厅前，见他们进来，即起身迎入厅内坐下，便问众位到毕庄何事。他们即认说，是我等是来求道的。马丹阳闻言，即引他们到茅庵参见先生。内有一人姓谭，名处端，号长真子。昔年深南省王重阳处到山东之时，曾授予却病之功，将病却好，一心悟道，遍访先生，杳无下落。今听人言，马家庄出了一位活神仙，名叫王重阳，才知先生在此。又约了一个好道的人，姓郝名大通，号太古，是本府文登县人。其余几人也是学好之人，不必表他名姓。当下谭长真又谢先生昔年却病之恩，使言今日来学道之意。重阳先生曰，法门大打开，去的去，来的来，去者不留，来者不拒。即命马丹阳送他们到茅庵第2号去驻扎。过了几日，又来了2个修行人，一人姓刘，名处玄，号长生子；一人姓王，名处一，号玉阳子，俱系山东人士。马丹阳接见，问明来意，也是来求道的，即引他2人到茅庵参拜先生。重阳先生命马丹阳送在茅庵第3号起止，于是东来一个，西来一个，不上月余，来了数十人。重阳先生叫马丹阳与他们议定执事各管一宗，具有规条，不得擅越，诸事停妥。重阳先生与他们讲论做工，众弟子分2班蓄力，躬身听讲。重阳先生曰，人生以气为本，以心为根，以性为目。天地相去84000里，人心肾相去8寸4分。肾是内肾，其下3寸3分是也。正串着一脉以通息也。浮沉息总百脉，一呼则百脉皆开，一吸则百脉皆闭。天地造化流行，亦不外乎呼吸2字。人呼吸在心肾之间，则血气自顺，元气自固，七情不肆，百病不治而自消也。打坐之法，每子5毛有时，于净室内后铺坐入，于褥上盘膝而生，微目视其，以棉花塞耳，心觉念虑，以意随呼吸，一往一来，上下随呼吸之间，勿迟勿速，任其自然。坐一造香久，觉得口鼻之气不粗，渐渐柔细；又一炷香久，觉得口鼻之气似有若无。然后缓缓伸脚张目，去耳塞，下坐行数步，又侧身仰卧，片时起来，嗓粥汤半碗，不可坐牢，切勿恼怒，以损功夫而伤真气也。打坐功夫不在多，全凭练气与除魔。
且将障碍一齐去，勿使心头有网罗。障碍不消，烦恼聚；网罗不解，怎娑婆？分明至理相传授，切勿因循自坎坷。重阳先生讲论做公益，下作养息，众弟子亦各归寮，丢下不续。又表这山东登州府栖霞县窦村有一人，姓邱，名处基，字启发，弟兄3人，长兄齐名，四兄启兴，父母早丧。这邱启发多蒙兄嫂看顾，得以成人，读过几年书，也能诗词歌赋，但无心于功名，一味好静，常独坐终日，不与人言谈，似乎其中有所得益处，而人莫知其所以然。兄嫂屡劝他读书求功名，他便答以读书原为求理，岂稀图功名？又欲与之议婚，他又坚持不肯，曰：男子未立，岂可以婚姻办许？兄嫂听他言语不凡，也不敢苦劝，由他自辩。邱启发常与人曰：人生在世，苦不寻个出头路径，终日争名夺利，贪妻恋子，无常一道，万事皆空。人以为世事皆真，于我视之，如浮云潮露，梦幻泡影。一旦闻听人言，宁海县马家庄有一位王重阳先生，广有道德，是个大修行人。栖霞县也有几人在那里学道。邱启发生平爱的是道，闻听此言，也要去学道，未得与兄嫂说明，又怕兄嫂不许他去，只得暗地收拾一点盘费，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，悄悄离了家庭，往宁海县而来。不一日到了马家庄，那日正遇马丹阳当值，问明来意，簿上注了姓名，谭、刘、王好等齐来探问，俱皆欢喜说道：如此青年，便能诚心学道，诚罕为也。说罢，即引他到茅庵拜见重阳先生。马丹阳遂将他来学道之意对先生说之。重阳先生把他瞧了一瞧，摆一摆头，说：此人心思太多，过于伶俐，学不了道，早些集字回去吧，休得自误。邱启发跪而言曰：小子一心学道，并无二意，远望先生收录。马丹阳也替他哀求，先生只是不允，说：非是我不收他，此人苦根甚重，怕他后来受不过磨难，必生退悔之心，不如不收他为妙。邱启发再欲哀告，重阳先生竟出茅庵观花去了。马丹阳等无奈何，只得将邱启发引到前厅住下，使他打扫厅堂，暗里也与他传了些打坐功夫。一日，启发对马丹阳曰：老先生既不肯收录于我，我今何不就拜你为师？马丹阳曰：不可不可，求人须求大人，拜师要拜名师，我不过略晓得一点出功，至于大道，我亦未闻，你且安心住下，我与你慢慢周旋。邱启发闻言甚喜，早晚20殷勤一切，若有知识，身教生硬。住了几日，把众人都混熟了，个个都喜欢他。一日跟随众师兄到茅庵，只见重阳先生坐在当中，众弟子两旁站立，恭听讲说。重阳先生曰：吾自到此来，婆心度世，苦口化人，意欲使人人同归绝路，在在共出迷津。夫于一人也，生能好道，少而痴蠢，长而怪异，壮而通神，视之其无者，皆以无为义也。夫吾岂肯义哉？不过纯耳、庸耳、愚耳而已。吾何义？不贵不度，不想不忘，纯也；不知纪律，不明巧拙，愚也；不言怪异，不落尘俗，庸也。世人说我蠢，笑我愚，则我庸。吾短痛世人之至蠢至愚至庸，而不知正拔。吾既以至蠢至愚至庸之道，以醒悟世人。汝等不能知，即不知道。故修道者，必自练心识。然灭于未发，犹贵炼于既发。如由心放心诸杂念心，皆既发之心也。而作使之寂然不动，待必守其心，定其心，收其心。
夫首先是守其未动时，定先是定其必动时，收先是收其已动时。收之不易，先要随起随收，收之越急，守之越坚，守之越坚，定之越勇。此乃我道门修心之妙。要使此心空无一物，盖心者即先天一气之真阳结成，故心属火，非纯阳无阴也。阳中自有真阴，故小形上有三束腹下，下有偃月载上。可见阳非阴不长，阴非阳不生，真阴从真阳，故以心明。所以动一毫妄念，心内就短少一分真气，一事入心，便添一种魔障，故心一起，即不以心明，是名曰念。念字之行，人有二心也。人有二心，不能专一，故百事无成，至于道更远也。重阳先生曰：心为一身之主，有一无二。若起二心，是谓之念也。此今一蒙，便生出许多虚妄之事，而心也不能做主，致使此身陷于沉溺，嗟乎，难以拔度也。正讲之间，只见邱启发在人丛中听得高兴，连声称妙。先生将他瞪了一眼，遂不再讲。众门人出来，尽埋怨他不该声张，以致先生停讲。邱启发装不听见，难他们胡怨愤一阵，暗思先生炼心之言，即炼道之诀也。炼道者苦不先将心炼好，纵有妙道亦炼不成。于是每日检点其心，看有差失无差失，有过错无过错。一旦见众师兄不在前听，必是在后面听先生讲道，他也跑去听讲，不知听些什么。且听下文分解。天下原来无难事，只怕世上有心人。